欢迎收看第1128期北京不静音。这两天呢，有一些观众朋友给我发私信啊，让我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热点的事件啊，主要是3个。我决定呢，把这3个事件啊放在一起聊，做这一期节目。表面上看好像互不相关，但实际上呢，包括海外华语世界啊，这两天也为这3个事情吵翻天了。我一直在观察，我就发现啊，很多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对于法律究竟是什么，这个认知啊存在很大的误区。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切入点，进去聊一聊。我们先捋一下啊，这3个事件。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学生啊，那么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希望把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8岁。这个话引起很大的争议啊，因为有人支持，认为未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法律保护啊，那也有人反对，就说16、17岁的人难道就没有恋爱和性自主的权利吗？对吧？那么还有人说啊，这是有特例的啊，对于16、17岁的人呢，这个法律是不会去严格的要求他们的，因为在国外呢有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在中国有所谓的青梅竹马法啊，没有这么一条法律啊，叫青梅竹马法，只是大家约定俗成这么说。也有人管这个叫两小无猜条例啊。好，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细聊啊。那么好看第二个事情，热点话题啊，这所谓的西安麻辣烫女孩这个事情啊，这里面的这个女孩就是所谓的西安麻辣烫女孩，右边这个呢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白人网红。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白人网红和这个女孩发生了一夜情，据说呢还是这个女孩支付的房费。那本来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啊，谁付钱都无所谓。但是关键是后来呢，这个男方把这些事情拿到网上去说，而且是以一种非常羞辱、炫耀和消费女性的方式讲出来啊。比如说他说都2天没洗澡了，他也不介意等等。那结果这一下就炸锅了。很多中国的网民，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去谴责这个男的，而是骂这个女孩是 easy girl 啊，骂她丢人，骂她丢中国女人的脸。那这个女孩也去回击了啊。好，这个第二个事情我们一会儿也会细聊啊。接着来看第3个事情。第3个事情就是这2天在中国发生这虐狗的这个事情啊，非常的过分。那我主要是想从王志安对这个事情的评论，从这个言论的角度去入手给大家分析啊。那这个虐狗事情发生之后啊，其实大多数人追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虐待动物法啊？就这个反虐待动物法啊，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图啊，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这个反虐待动物法。唯独就这几个红色的国家没有，包括中国啊，还有什么呢？蒙古、朝鲜啊、老挝、缅甸、柬埔寨，然后阿富汗、伊朗啊，这个阿塞拜疆什么的，还有就是非洲的这个比较落后的这一些国家。所以你看，大部分的文明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那中国为什么没有呢？啊，我们看看王志安怎么说的啊。有人说这个呼吁立这个法已经几十年了，结果王志安说很正常啊，中国是一个什么什么城乡2元社会啊，就说了一些暴论啊，包括右边的这些暴论，他说动物呢没有权利啊，只有福利等等的。好，一会儿我们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分析王志安这2段话的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好，这3个事情我们现在放在一起聊。表面上看一个性同意年龄，一个成年女性的性自由，还有一个是动物保护法但是本质上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法律到底是用来保护人的吗？还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或者换一个方法说，法律什么时候应该介入到一个人的选择，对吧？什么时候你就不应该介入，你不能替人做主。所以我想先说第一个观点法律不是道德警察，对吧？有的人有一种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看不顺眼，你就希望有一个法律出来去惩罚别人，这是不行的你比如成年人之间的性关系，
只要是真实同意的，双方同意的啊，没有强迫，没有欺骗，没有权力压迫啊，没有侵犯隐私，那就不应该被法律禁止啊。有的人就不喜欢一夜情，对吧？不喜欢某种亲密关系，所以他就看不惯别人一夜情。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要求有一个法律啊来替你去管别人的人生，对不对？那反过来说，法律也不是强者自由的保护伞。因为有的人一谈法律就会说自由，你比如说啊，说这个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你不能发生性关系，对吧？这个法律规定，那有的人说，那这双方自愿不就可以吗？这是不可以的啊！你不能一提法律拿自由来说事儿。那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啊，西安这个麻辣烫女孩被这个白人网红啊拿来消费羞辱，那你可以说这是她的自由，对吧？她选的。还有人，比如说这个虐狗啊，有人说那狗就是他的，动物没有权利，就像王志安说，动物没有权利，狗就是这主人的。所以这些话呢，表面上是在谈自由啊，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用自由这两个字啊，替这个强者去开路啊，因为真正的自由就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因为真正的自由，你要看一个人啊，他有没有能力做出充分的同意，就是说你要看双方啊权利是否对等，你要看这个有可能造成的伤害是否是不可逆的，以及呢，被伤害的一方到底有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首先要问：法律介入自由的正当理由到底是什么？那我认为你至少要有这3个理由。第一，就是当一个人的同意能力不足的时候，第二，当双方的权利关系明显不对等的时候，那么第三，当伤害巨大、不可逆，而且这个被伤害者无法自我保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律是要介入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性同意年龄开始聊起啊。问题不是说你16、17岁要不要禁欲啊，我们这里面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同意能力的问题。中国现行的这个刑法体系里啊，和不满14周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就无论她是否同意，都会按照强奸罪来处理，对吧？那现在来聊啊，14岁以上、18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是未成年人，但是他们就不在中国这套法律体系里了。那他们就14岁到18岁之间啊，这些孩子，他们的性同意能力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在中国法律上长期存在一个模糊地带。这个《新京报》啊，曾经就一个相关报道中就指出啊，就14岁以上、18岁以下，他们的性同意能力是否受限啊？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是吧？但是针对有特殊职责的人，利用优势地位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这个司法文件啊，试图补上这个漏洞。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官员啊，但是那个脑子里的观念呢，挺肮脏的啊，就是要找一些所谓的处女啊，然后去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就是这个大概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有比14岁还低的。那之前因为有法律在这里，所以他们会选14到18岁之间的来逃避这个法律，但是又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当一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女生说希望把这个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8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很多人去给她扣什么保守啊、女权呀、什么你不懂这年轻人的恋爱什么这种帽子，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就是一个人呀，他到底在什么年龄才有能力对性关系做出成熟、清醒以及可以承担后果的这种所谓同意呢？注意啊，我们现在聊的不是说性，或者说这个年龄的性到底是不是道德的啊？不是啊，一开始就说了，法律你本身就不应该介入，说这个性本身道德不道德，这个不是法律该介入的理由。
真正在聊说要不要把这个法律从现在的14岁改到18岁，实际上聊的是这个性同意的这个能力问题，就是同意是否充分，对吧？你比如说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啊，她说我愿意啊，我同意啊和对方发生性关系，那法律为什么完全不能相信呢？对吧？难道因为这个不满14岁的这个女孩她没有欲望吗？难道因为她没有感情吗？对吧？我们不是说要把青少年想象成是完全纯洁、完全无知的存在，对吧？而是因为现在来说啊，未满14岁，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就是对方是不是在诱导他，对方是不是利用一种年龄差、经验差、经济差、权力差等等的去胁迫他。那他是否理解包括怀孕的风险啊、性病的风险呀、包括有可能被人录下这些影像传播的风险，以及双方如果关系破裂了，现在是很好你情我愿，那破裂之后对方有没有羞辱你的这种可能性，这些风险，就是他是否有能力拒绝一个比他成熟的多、掌控力强得多的人，这就是同意能力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真正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法律讨论啊，不是说只是喊一句说啊提高到18岁，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啊，不要限制年轻人的恋爱自由，不在这里啊。因为16岁跟17岁之间谈恋爱和16岁和30、40岁之间谈恋爱，这个性关系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大家常说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国外有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法，所谓的啊，那中国有什么所谓的青梅竹马法呀、两小无猜条例啊，就这些条例的设置啊，本身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未成年人跟成年人区分开啊，你避免说一刀切式的这种形式化。因为法律必须要做到这个事情啊，不能一刀切式的法律。所以，我认为啊，法律当然可以提高，说这个性同意年龄到18岁可以提高，但是同时你要设置一些例外条例。你比如说，双方都是年龄相近的啊，都是15岁，都是16岁，那他们发生关系了，你怎么办？两小无猜啊，同意了，你就不能拿这个法律去框他们。所以，很多中国的网民呢，说一说两小无猜啊，呃，他们就觉得，哎，这好像是一种，稀释了成年人责任的工具，是吧？但其实真正合理的法律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不被成年人利用，啊，以及呢承认就是接近成年的这些青少年，他们有逐渐形成的这种自主性，这你也要承认。啊，你对于刚才我说的各种年龄差、权力差、经济差各种这些问题，你要做精细的区分啊，而不是简单的就像现在吵架一样啊，两边的摇摆是吧？一边就说啊18岁以下全都不许，你就等于把未成年人不把他们当成有真正欲望和感情的人了呀，你就当成是一个可以由法律完全控制的物品，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就说啊，那14岁就可以了，往上就是你情我愿就行。但你这又同时又一下就把14到18岁这一批未成年人直接丢进到这个成年人的这个权力世界里了，让他们自生自灭，没有法律去管他们。就这两样其实都不是好的法律。就好的法律啊，不是说你就替人去活啊，好的法律是承认人在成长中的这种逐渐增强的自主性，同时你要防止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强者啊，拥有权力、金钱、经验的这些强者利用这种不成熟的自主性，法律就要在这里去做保护。那好，我们今天聊一聊麻辣烫女孩这个事。那她是成年人了，对吧？那她当然是同意的，她不是被这个白人网红强奸的，对不对？她也没有被下药，没有被去诱骗，啊，也没有说是这种经济差，啊，甚至房费是她掏的。那但是我必须说啊，她同意不等于她不需要被保护，对不对？那她是满18岁了，那难道她不需要被保护了吗？
难道就说他做了这个自主的选择之后，他就必须承担所有的后果吗？我们先说啊，第一原则，他有权和谁发生性关系，他也有权利一夜情，他有权利喜欢白人、喜欢黑人、喜欢中国人啊，喜欢谁都可以，这是他的权利，对吧？他不需要向中国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交代自己的身体和选择，他没有这个义务。他也不需要向中国男人证明说，啊，我不是 easy girl 啊，我不 easy，他不需要证明，这一切都是他的自由，对吧？好，但是我们讨论不能停在这里啊，我们接着往下说，成年人是有自由的，但是你自由之后，你也有很高的风险，也有不平等，对吧？你也有容易被别人消费，陷到一个网暴的环境里，对不对？因为对方就这个白人男孩，他是一个网红。网红是什么？就是他掌握一定的叙事权呀，他有粉丝，他有流量，他有叙事权的。所以，就这个白人网红，他把这一次私人关系的一夜情，变成了他的流量，对吧？用一些暗示、炫耀、羞辱的一些小事的这些方式，等于把这个西安麻辣烫女孩，她就变成了内容素材了。那你在中国互联网的这种性别环境里，这个事情被公开，最终承担主要被羞辱成本的，不是这个男方，而是这个女方。很多人说他活该啊，什么这那，说一堆话。所以我觉得真正应该大家讨论的，不是说他和谁去发生一夜情，也不是说法律应该管他的一夜情，法律不应该管，对不对？管不了。法律在这个地方应该管什么呢？你应该管的是，你有没有经过同意去拍摄这些私密的影像？你有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就把这些私人交往的这些细节去公开？对吧？你有没有说以你这个性经历作为一种羞辱和一些流量的素材？还有，就这里面有没有网暴、人肉言辞上的侮辱？那各个平台有没有放任说这种就是把女性的私生活变成流量产品的这些内容？法律应该管的是我刚才说的这一切，因为他选择和这么一个白人网红去发生一夜情，这是他自己人生上的冒险，对吧？那有的人喜欢冒险，法律管不了他要冒险，法律不应该管。但是他冒险之后，这个事情运转的并不好，对吧？他冒险之后，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撕他，他有可能被这个网暴的世界去撕碎。这个时候法律应该管。虽然冒险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冒险之后的这种超出了这个部分的风险，法律是应该提供保护的。所以这个就是自由与保护之间，法律真正应该做到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说保护女性，中国男人脑子里想的就是说保护女性，对吧？女性应该保护，那就怎么样把它关起来，锁起来，我替女性做主，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长告诉这个女性说，你不能和谁睡你不能去哪儿，你不能喝酒，你不能穿什么衣服，这不是保护这是父权管制对吧？就是你真正的保护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超出18岁你超出这个成年之后，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别人不能够因为你自由选择了就偷拍你，就曝光你，羞辱你，利用你的这些性经历牟利，是吧？然后把你的身体变成一种民族主义和厌女情绪的这种祭品，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这第一个事件性同意年龄和这第二个事件，西安这个麻辣烫女孩这个事件就连在一起了，对吧？就是未成年人的问题是在同意之前，就这个性同意我不管跟谁发生性关系，性同意之前，我们要讨论的是未成年人他有没有能力，真的有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个同意。那好，那对于成年的女性呢，问题就变了，是在同意之后，她有没有获得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的一些保障？
对吧？所以我们讲法律讨论，你在这个地方就不能说只是说同意不同意啊这些字儿就完了，对吧？你同意之前你要看能力，同意的过程中你要看一些双方的一些权利关系，同意之后很重要，你还得看有没有保护的机制。好啊，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第三个事情，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动物保护法。就是先说一句话啊，一会儿我会详细给大家解释，就是法律是否应该限制人的残忍的自由？就一个人啊，他残忍的去做一些事情啊，无论对人、对什么东西，还是对动物啊，哪怕是对植物啊，就一个人表现出他的残忍，人有没有残忍的自由？以及法律是否应该限制人的这种残忍的自由？我们一点点说啊。第一个事情里面，未成年人他至少还能够说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对不对？那你像第二个这个西安麻辣烫女孩，一个成年女性，那被网暴她还能反击，对吧？她还可以勇敢的反击，但是动物不能啊，动物不能说话，是不是啊？不能报警，不能去法院，动物也不能在网上写什么澄清的小作文什么的。所以，动物保护法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说，问的是什么呢？是说，当一个生命啊，一个小动物啊，猫也好，狗也好，一个小动物，它无法表达同意，它也没有主张的权利，它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那人类的法律，你要不要替它设置一个最低的保护？中国目前的问题是，都不只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动物相关法律，它是有的，对吧？它有什么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之类的，但是它缺少一部适用于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类的这个伴侣动物的这种反虐待动物法或者保护动物一般法啊，都 OK。中国没有，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空白。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啊，你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什么大国、强国、文明古国，那为什么你没有呢？100多个国家都有，你没有啊？你又是什么什么第二什么世界经济强国，说一堆啊，又崛起吧，又复兴吧，说一堆，但是你没有，你那么不文明，为什么？有人就开玩笑啊，就说是因为中共不希望看到啊，说这个如果连动物都有一些权利，那中国人会不会想，那我是不是应该更有权利？那中共就不好统治了。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了，对吧？这里面当然存在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司法建构、整个社会运转，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或者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王志安说啊，说呼吁几十年没有立法很正常。这句话本身呢，就能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就王志安就是中国式思维啊！我一直说，就是王志安的存在啊，他能在海外华语世界混成一个所谓的顶流啊，这是一个悲剧，这是海外华语世界的悲剧。当然了，每一个 follow 他的人，每一个人，你都活在你的一种悲剧之中啊！无论你是真心喜欢他，还是说你被他某一些观点所吸引，还是你觉得哎我 follow 他啊也有某种收益，虽然我不能同意他所有的看法，有的人还说我就是为了研究他。No，就是你 follow 他本身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悲剧，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啊！我继续分析啊。他的这段话呀，不是说完全没有逻辑，对吧？他的逻辑是什么？中国很大，城乡差异很大啊，农村有些地方狗的地位很低，有些地方吃狗肉还吃猫肉。那如果按照城市这些爱猫爱狗人士的标准去立法呢，那会不会造成中国大量的人都违反这个法了？那你就执行不了了，那你不就超越了这个社会的共识和整个的经济条件了吗？他说的这些问题都存在，都应该讨论。但是啊，他这个整个的思维方式还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最终会滑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
就是因为社会落后，所以法律不必进步了。因为有人做不到，所以这个底线不必存在了。因为执行很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残忍可以继续下去。这最终就会滑向这样的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反对啊。法律当然不能够脱离现实，但是法律也不能永远跪在现实面前，对吧？按王志安这说法，如果现在这么立法啊，那中国几亿人农村的都可能触犯这个法律。那首先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样的法律就不该立了吗？对不对？不是，这个事实只说明中国这个社会的底线教育是存在问题的，长期存在问题，或者说长期就不存在底线教育，所以才会这样。你有些地方把狗，对吧，随便的处置，随便的虐待，随便可以打死。那法律要做的啊，我们还是在讨论法律啊，不是说我立刻立一个法就把所有这些人都抓起来，不是的，法律不是这么运作的。所以就是王志安的，他根本就不懂法。法律要做什么？你是要设立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比如说你虐待就不再被视为是一个私人的小事儿，你要立这么一个方向，对吧？残忍你就不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即便动物不是人，那你人也不能无限制的这么去折磨它。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啊，把所有的这些传统啊、糟粕全部都形式化去量刑。法律是可以分层设计的呀，对不对？你可以先禁止极端的虐待啊，然后一点点禁止公开传播这些虐待的内容，对吧？你禁止以这个虐待动物去牟利，然后慢慢建立收容、绝育、领养、免疫的制度，通过很多年。啊，你对流浪的这些动物的处置设定一些人道的标准，对这个半旅行动物的这个遗弃啊、虐待，你要设定一些行政处罚，慢慢的情节严重的再进入到这个刑事责任，这才是成熟的立法，这才是我觉得华语世界应该讨论的这种方向，而不是说像王志安这样啊，什么法都不懂。张嘴就说出这么一个暴论，然后把自己变成这个漩涡中心，有人骂他，有人挺他，然后他收获流量，就永远是在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太可悲了。我从不研究王志安啊，我早就把他拉黑了，但是我的时间线上会飘来这样的截图啊，别人截的我会看到，所以我觉得没办法，他自己选择把自己活成一个小丑，为了流量啊，就去说这些暴论，把自己变成一个华语世界的中心的一个小丑，那他自己愿意当，他自己不要脸，那是他的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那你既然不要脸，你就不要脸吧。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去批判你，对吧？既然大家都看到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的言论，那我们就去说呗，啊，我们就拿它当一个工具来分析吧。所以王志安说啊，城市这些所谓猫狗党。是把个人感情投射到特定的动物身上，这就是使坏了，这是概念偷换。因为反虐待动物法的核心啊，我们今天做一个普法啊，不是说你必须要爱猫或者爱狗，法律没有强迫你要让你爱狗，或者强迫你养猫，没有，对吧？法律不能要求就是每个人你都成为动物权利主义者。这个是法律不能这么要求的，法律只要求你干嘛？不虐待，这是完全的两码事儿，对不对？让你可以不爱狗不爱猫，你可以不爱它，你也可以不养它，你不用你把它当家人看，但是你不能折磨它取乐，你不能虐杀它然后炫耀，你不能把这个残忍变成流量，你不能因为它不会说话你就认为它的痛苦不存在。所以动物保护法不是为了把这些猫啊狗啊宠物动物变成人。很多人说那你这人都没有这些权利，你现在为动物争取，不是。动物保护法其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防止人变成
变成禽兽，变成像王瞻这种小丑，变成不是人，是为了防止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必须要批判王志安在这个问题上，他错在哪里？我们来具体分析啊。他说，猫狗党不等于动物福利主义者，只是对这个特定动物有格外偏爱，是吧？好，他等于实际上是在把一个公共法律问题直接在这儿降级成是你个人情感问题啊。当一个人呀反对别人虐待狗的时候，他不是在说我爱狗，所以我反对，不是。他只是在说虐待本身应该被限制，这跟他爱不爱狗没关系。就比如说一个人说我反对虐待儿童，那难道就是因为他特别爱儿童吗？一个人说我反对家暴啊，就是因为他特别偏爱某一个人吗？或者偏爱被你家暴那个人吗？都不是啊，反的就是虐待，反的就是家暴，反的就是这些酷刑。你比如说，有人说反对对这个犯人进行这种酷刑，对吧？难道是因为他对这些犯人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吗？不是，不是，反的是酷刑本身。所以反虐待的重点不是偏爱，王志安就把这个地方引到说，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偏爱这些狗啊，你们闲的没事儿，你们不知道这个底层人的疾苦，你们就是爱猫爱狗，你们是一种情感上的偏爱，所以你在这里反虐待，不是的，不是的，反虐待的重点是在坚持一个底线。你比如王志安还说这个社会真正需要关注福利的动物很多啊，猫狗都排不上。你比如什么饲养动物的活动空间呀、卫生状况啊、屠宰方式啊、填鸭呀什么，说一大堆这个事儿。他这儿就用了一种典型的又是使坏的一种论证方法啊，就是王志安的很多论证方法，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经的所谓调查记者该有的论证方法，那就不是。你正经学新闻学，学过逻辑学，他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论证方法。这明显是一个混蛋、一个坏蛋才有的论证方法，但他就是这么用啊！而且华语世界他的观众的水平就是这么低，完全听不出来他的这个论证的方法的问题。他这儿用的方法就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儿，简单而说，就这么简单，对吧？你说要保护猫和狗，他说那还有鸡鸭牛猪，说一堆啊！你说我反对虐待狗。他就跟你说那工业养殖也很残酷。你说要立这个保护动物法，他就说那不够普遍。就是问题就是这些事情是互相排斥的吗？你保护猫和狗和保护鸡鸭什么牛啊猪啊，互相矛盾吗？你反对虐待狗和指出工业养殖里的这些残酷的问题，这俩事儿矛盾吗？只能非黑即白选一个吗？当然不是了。你可以同时，对不对？本来就是应该从社会共识比较高的这种伴侣型动物的立法开始，因为这个是社会共识比较高的地方，好立，支持的人多，因为很多人养猫养狗，投入的感情大，人能够理解，对不对？这就是社会共识高，从这儿开始立法，然后逐步扩展到更完整的针对所有动物的这种福利制度。法律就是这样，我刚才讲过的分阶段建立的。所以你如果因为你不能一次性保护所有的动物，你当然肯定做不到一次性保护所有动物，对吧？分阶段建立的。那所以呢，连最基本的反虐待就都不做了吗？这是理性吗？这是王志安天天所谓的自己有理性吗？这叫全面性的一个脑瘫痪呀，才能想出来的。就你连最低限度的改革都不做了，张嘴说这动物没有权利，只有福利了。这权利福利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吧？你动物权利主张的是什么？对吧？福利主张的是什么？是说强调人类你利用这个一些便利的方式你要减少动物的一些痛苦，对吧？改善它的待遇，设定一些最低的标准。但是王志安把这两个又区分的拿出来对吧？又在这说，那怎么说呢？我再换一种说法，福利是强者愿意给你的一种待遇，对吧？那权利是强者不愿意给，但是他也不能任意剥夺的底线。所以一个是待遇，一个是底线。
如果动物啊，就是我们的法律，如果规定动物只有福利，没有权利，那它会不会被虐待，就完全取决于人类啊这个强者的一个善意，是一种恩赐，对吧？你给你的福利。所以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呀，我不能只保证它的福利，我要保证它的权利。就是你强者，我不管你善良不善良，但是我法律戳在这里，我保护了他的这个弱者的权利，你就不能够去突破这个底线。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当强者不善良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给弱者一条底线。就是你哪怕你不承认动物和人有一样的权利啊，好，但你也不能否认。不能否认什么呢？就是禁止残忍啊。对吧？我们要说，就是比如说动物保护法啊，有的人包括王志安都是从所谓啊动物到底有没有权利，甚至动物到底有没有和人一样的权利，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你换一个角度，你不要去想说动物该不该有权利，你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人，你有没有虐待别人或者虐待别的动物？就是你施行这种虐待的自由，人有这样的自由吗？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你有没有去虐待的一个自由？所以保护动物法是在这个点上去做约束的，是在这个点上去做约束的，对吧？你得承认这个动物，尤其这种陪伴型的动物，猫啊狗，它是会痛的，它会恐惧的，它也没有办法自保。那你人的自由，你不能够包括，对吧？人有很多的自由，但是不包括折磨这些弱小的生命去取乐。这个自由，我认为人类是不应该有的，这就够了。所以王志安的问题在这儿啊，他不是说好像很高明的啊，我区分了，告诉你们啊，这里有权利跟福利两个词啊，有动物权利跟动物福利，这是不一样的，不是。而是说他用这种区分去替中国法律的长期的一个缺席去辩护，去替中国那个社会的冷漠去辩护，替所谓的现在做不到啊，所以就不必做了去辩护，很典型了，对吧？他这套所谓的老中思维。那好，很多人还支持他这套说法，当然我看到很多人在骂他，就是现在海外华语世界有一点好，就是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啊，原来可能还去 follow 他，原来还去支持过他什么，慢慢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了，已经意识到那是一坨非常非常恶臭的屎，就绝对不会再沾了。这是我看到的进步性，但是底盘还是很大啊，还是有很多人去 follow 他，去支持他。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吧？这里要讲到更深的一层了，就是为什么像王志安这么思考问题的中国人那么多啊？我觉得有5个原因。第一，就是很多中国人把法律啊理解成是管人，认为法律就是管别人的，他没有理解说法律其实是保护权利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呢，就觉得立法嘛，那就是抓人，然后惩罚人啊，制造麻烦，扩大国家权力。所以一说啊，提高性同意年龄，他们第一反应就说，那你是不是要限制青少年恋爱呢？一说动物保护法呢，第一反应就说，那你是不是就像王志安似的？那你这不就是让几亿人都去触犯法律了吗？对吧？一说我们要保护，比如像这个西安麻辣烫女啊，你不能网暴她，对吧？但很多人又说了，那怎么着，女人又不能批评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不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能不能保护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法律能不能限制强者的这种伤害的能力？法律能不能建立一个最低的文明的底线？能吗？中国的法律能做到吗？这是要问的。好，第2个原因，很多中国人有一种现实崇拜，对吧？就像王志安似的，他们就说，那中国就这样，农村就这样，社会发展阶段就这样，现在经济条件就这样，那大家都这样，你立法有什么用？就这个话听上去啊，他们好像是最懂中国的一些人啊，好像你们都不懂，你们都不接地气啊。我王志安是一个调查记者，我最懂中国农村什么样，不是？
这话不是懂，这是一种投降。因为大家记住，所有法律的进步一开始都会遇到说社会还没准备好这种说法。因为反家暴法提出来的时候，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来了，禁止童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什么，包括其他国家这种动物保护法，刚提出来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都会有人说社会还没准备好，对吧？但如果每次就说现实如此，所以法律不能往前走，那如果每次都这么说，那法律永远只能落后，永远没有办法去实现。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中国人习惯用多数人的习惯压倒少数人的痛苦。那王志安说的啊，几亿人就触犯这个法律了，这句话潜台词是什么？就是既然很多人都这样，那就不该立法。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做的事儿啊，不代表是对的，对吧？如果一个地方普遍家暴比如说男人都打老婆，难道就不该立反家暴法了吗？如果一个地方普遍都是同婚都是什么铁链女，难道就不应该禁止同婚了吗？禁止这种买卖婚姻了吗？对不对？如果一个地方普遍大家都酒驾，那就不罚了吗？就是法律不只是要反映一个当地社会的共识，大家一定记住法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它也在塑造共识，就现在还没有的，但是要靠法律去塑造出来。那当然了，两头说这个话，但是法律你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对吧？所谓的有些法律这个步子迈得太大，对吧？所以法律必须要向文明的底线去拉一把当然你也不能永远站在最落后的一个习惯，就说你看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也就不变了，对吧？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很多中国人就把执行困难当成不该立法的理由这也是就是中国式的这不只是法律问题了，很多这个中国人反对改革包括中共反对改革，很多这个话术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你跟他说，你说保护动物他说怎么执行呢？你说提高性同意保护，他说怎么判断呢？你说要管这个网暴他说怎么界定呢？就反正都很难怎么着都很难。但是难不等于不做呀，法律本来就应该是在困难中去建立标准的，对不对？你说性侵的案件难不难？家暴的取证难不难？对吧？你这包括什么贪污腐败什么环境污染的责任认定什么，这些都很难呀。那难就不立法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法律都不用存在了，最开始都很难。第五个原因就是很多中国人骨子里相信的其实不是权利而是秩序。很多中国人其实是崇拜跪倒在那个秩序面前的。你比如有人出来抗议虐狗他们就会觉得你们就是闹事儿，实际上就是把他所习以为常的一个所谓稳定的秩序破坏了那现在有女性站出来说我们要把这个性同意年龄提高，很多人又立刻觉得你看又是闹事儿又是搞事儿，他们太矫情了，就是因为也破坏了他们心里的一些父权制的秩序。所以包括这个西安这个麻辣烫女孩，对吧？她在反击这个网暴结果这些人就觉得是你自己不检点，你还敢这么说话什么的，还是一个秩序问题。所以很多中国人他们最害怕的不是说这个伤害发生了，包括王志安也是这种心理，他们最害怕的是受害者把这个伤害说出来，并且要求中国的法律，要求中国的制度给予他们一个回应，那这就破坏秩序了这就破坏秩序了。就是中国式的秩序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伤害可以存在，痛苦可以存在虐待可以存在，网暴可以存在，但是这一切你不能够把它变成公共问题，你私底下存在都可以。因为一旦变成公共问题，你就会去追问法律对吧？一旦追问法律，就会继续追问权利问题一旦追问权利，你那中共就慌了，对不对？
好啊，我们现在把这3个事情放到同一个法律问题里来再回看一下，对吧？性同意年龄啊，法律面对同意能力不足的人啊，那未成年人不是说他没有意志，而是说他的意志很容易被成年人利用，所以法律要保护他。但是呢，也不能说一刀切似的说啊，就18岁就怎么样，因为你一定要看到你法律不能够否定青少年他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自主性，所以你才需要有年龄相近的这种例外，就是所谓的两小无猜条例啊，或者什么青梅竹马法啊、罗密欧朱丽叶法，你要有这种特殊的设计，这就是法律的精细设计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好，麻辣烫女孩这个事儿，是法律面对说有同意能力，对吧？他成年了，但是他处于一种高风险的环境的人，他是成年人，他可以同意，法律不能决定他和谁，他可以和谁睡，是吧？不能决定这个事儿，但是法律要干嘛？你要保护他，你还是要保护他。虽然他在冒险，但是你还是要保护他，他不能被偷拍，不能被曝光，不能被羞辱，不能被网暴，不能被这些平台网红当做流量材料，这是法律该做的。那动物保护法，对吧？就是法律面对完全无法表达同意的这种生命，那动物又不能签什么协议，对吧？也不能说同意，那法律怎么样？你法律没有办法等他开口，所以法律这时候就要限制人的残忍。所以这3个事情啊，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现代法律最核心的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既不能替人活，但是也不能放任强者夺走别人活的能力。我们说再通俗一点，就是好的法律不是用来消灭自由的，好的法律是为了让自由变得真实。因为没有保护的自由，没有保护的自由啊，通常也就只剩下其实只是强者的自由。那没有边界的自由，没有法律保护的、没有边界的自由，那就是真的是弱者的一个地狱啊，灾难。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说立不立法，而是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法。这也是今天啊，我想通过这3个事情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法。你看到一个华语世界的所谓顶流王志安能说出这么不懂法的话，然后大家还要围绕这些话去，因为你必须批判他嘛，对吧？说的这么的错，你肯定要批判他，但是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你觉得真心觉得累啊？就是这么多的人完全不懂法。所以我回来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就如果你把法律理解成是国家拿来管人的工具，那你就肯定很害怕各种立法，对吧？你会害怕提高性同意年龄就变成管制青少年了，你会害怕动物保护法呢就变成了要去抓农村人，是吧？你害怕这个网暴的这些规章制度就变成了那我连女性都不能批评了什么？就这种担心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是吧？尤其在中国这种政治环境里，你任何法律都有可能被选择性执法，被维稳化啊，拿来对付一些特定的普通人。但这不等于我们应该放弃法律本身，而且恰恰相反，我们更应该讨论，就是什么样的法律是好的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是在保护人，而不是替人做主啊？什么样的法律是在限制伤害，而不是限制正常生活？什么样的法律是在建立一个底线，而不是扩大权利？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好的法律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则啊。第一，它限制的应该是伤害，不是生活方式，对吧？所以拿我们这个例子来说啊，成年女性一夜情，这不应该被法律禁止，但是曝光她、羞辱她、消费她的这些人应该被约束啊。第二呢，就是它保护的应该是同意的能力，而不是一种贞操的观念。所以提高性同意年龄不是为了禁欲，也不是为了防止说这些事情啊，而是就是你一方面你要保留就是年龄相近的他们这些人啊，16、7岁、15、6岁他们谈恋爱的这种权利，这个你要保留啊，你要避免把青少年之间的那种正常的情感探索一刀切，就是说你们这全是犯罪，你不能这么做啊。那第三呢，就是限制强者。比如说这个动物保护法啊，
你不能说我只管这些养狗人，你要遛狗要牵绳什么，这些当然要管了，对吧？啊，然后这些比如爱狗人士啊，这些聚集起来这些情绪什么，对吧？其实你更应该管的是这个虐待者呀，对吧？遗弃者啊，这些制造残忍的内容的人啊，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啊。第四呢，就是法律啊要承认现实，但是绝对不能跪拜现实。中国有没有城乡差异？对，有。中国有没有吃狗肉的传统？有。中国有没有大量的流浪的动物？有。那这些法律啊，你真要执行的话，困难不困难？当然，这些都是真的啊。但是这些是真的，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就像王志安说的，说明这个法就不该立了。这是脑子有病才能想出这种结论。刚才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立法要分阶段、分层次、可执行的去逐步的去做，而不是不做，而是告诉你这个做的方法很困难，但你也要迎难而上的去精细化的去做。所以，如果这一个现实本身很残酷的话，那法律就更应该去问了啊！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很残酷，越残酷，法律在这个时候越应该介入，并且去问：难道我们要一直让它这么残酷下去吗？我是不是该立法了？所以我们最后说一些收尾的话啊，我觉得这3件事情啊，对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同啊，但背后其实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自由与保护啊，这个边界在哪里，对吧？如果法律呢完全的不保护，对吧？那就自由就失控了，那强者就会利用自由这2个字，随意的去施行这些诱导啊、羞辱啊、虐待啊、伤害，对吧？那好，法律如果介入了呢，它就会存在过度保护。就是如果法律制定的过严、过度保护，那么国家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会用所谓的“为你好”这3个字，拿着这个法律来替你做主，剥夺人的一些选择上的自由，安排别人的人生。所以，真正好的法律，你必须在这2者之间做到平衡。就是它又不能法律啊，又不能替你选择人生，但是它也不能防止别人夺走你选择人生的能力。它不能禁止成年人的自由，但它要禁止别人把你的自由变成羞辱你的武器，对吧？法律不能够要求所有人都爱动物，但是它要求人不要用残忍来证明自己是主人。对吧？你不能因为一个社会落后就放弃底线，你也不能因为底线很重要就完全无视你执行层面的一个现实问题啊。所以最后说一些话，就是法律不是替人活啊，刚才也讲过，法律是防止强者把伤害伪装成自由啊。未成年人需要的不是一种贞操的管制而是免于被利用的一种保护。你要精细化设计这个法律，怎么去保护他们，而不是说简单的说14岁性同意还是18岁性同意，不是这么简单的制定法律。包括成年女性，你也要保障他们，对吧？而不是说做一种道德审判她自己做了一些冒险性的选择之后，难道就可以被所有人这么去羞辱、去消费了吗？这个保障法律是要给他的。对吧？动物也一样，不是说要把它们神圣化、拟人化，不是，而是说他们不被人残忍的对待，这是你做人的底线，这是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自己应该给自己设立的法律。中国没有，就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王志安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永远站在统治者的那一边，当管理弱者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法律。而你要保护弱者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他的思维底色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也触及到另一个更深的问题，我刚才其实也讲了一点啊，今天就不再更多的展开了。就是中国人其实很多人说中国人慕强，崇拜的是权力，崇拜的是金钱等等，但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聊出了另一个角度，就是秩序。中国人到底怎么看待秩序？王志安到底怎么看待秩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今天抛一个问题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专门做相应的节目，就是说中国到底需要更多的秩序，还是需要更多的正义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值得大家去好好思考一下。好，那这3件事我就算聊完了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